我就出来倒个垃圾，这是给我干哪儿来了？垃圾桶呢？烧烤摊呢？我那条臭巷子呢？报警，对，报警，很好，穿越也不报信号。天门大开，仙人下凡了。仙人？这仙人是不是有点太寒酸了？求仙人赐水。水倒是有，问题是这算不算非法跨界经营？若有水，他能活。行，别磕了，我拿。仙人肯赐，别叫仙人，我这身最多叫店员。慢点喝，别灌，先润嘴。这是天河水吗？这是2块钱1瓶的矿泉水。多大？17。有没有药物过敏？何为过敏？算了，少量鲜味。还有，别让所有人挤一起，发热的、咳嗽的分开待，水要烧开再喝。伤口别用脏布捂，用这个。仙人，再叫仙人我关门了。我叫陈志安，知道的知，平安的安。青阳县裴彦州，记下了。若此城能活，陈掌柜之名，青阳百姓世代不忘。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你城里还有多少人？3672口，能打的呢？不足400。粮呢？粮仓昨夜被乱军火箭烧毁，只余杂粮20担。药呢？城中2间药铺，一间空了，一间掌柜病倒。水呢？大人，东城缺水，守城兄弟已经有人晕倒了，百姓也开始乱了。有人说县衙私藏粮水不肯发。县令大人，你自己喝咸水，让我们等死吗？凭什么先救当兵的？这不是谁坏，这是人快活不下去时最真实的恐惧。都听着，水有，粮也会有，但谁敢抢，谁敢乱，谁敢堵城门，先断他的份儿。老人孩子先领，伤病先领，守城的人先领。不是因为他们金贵，是因为他们倒了，你们全都得完。按陈掌柜说的办，县衙立刻设3部分水点，登记户籍，按人头发放。敢红墙者扣下1轮份额，敢造谣生乱者当众查问。老爷，那门里怕真是仙家粮仓。仙仓不该只在县令手里，青阳县能不能活，不该由一个寒门小县令说了算。老爷的意思是，先看清楚，若真有粮源，裴彦州就必须交出来。这一晚上至少送出去3000多块钱的货，房租还差8000。下官身无长物，此玉乃先母遗物，虽不足报恩，但可暂作抵押。古代玉佩，如果是真的，也许很值钱。你们县衙库房里还有没有这种东西？有些旧书、瓷器、玉器，多为前朝封存之物，乱世之中无人问津。咱们谈个买卖。陈掌柜，请讲。我不白当神仙，你给我古董文玩，我给你粮水药，还有守城用得上的东西。但有一条，请讲，这些东西不许进私人库房，谁敢借灾发财，我就断供。成交。陈志安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大半夜进300箱泡面，你开便利店还是开难民营？别废话，泡面、火腿肠、罐头、矿泉水、压缩饼干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你前几天还说卖不动让我少送，现在做活动。什么活动？老城区温暖夜归人公益补给计划。说人话。我想发财，这还差不多。不过你小子最近是不是有什么路子？昨晚你店里灯亮了一夜，后门进进出出的。我能有什么路子？我要有路子，还用欠你货款？哼，也是。从昨晚开始，我的人生已经不能用常理解释了。后门那边是大雍王朝的青阳县，前门这边是房东、邻居，还有一堆爱看热闹的大爷大妈。我不能突然消失，不能突然暴富，不能突然变出大量来历不明的古董，更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便利店后门连着一座古代孤城。所以他做了第一件事，租仓库，不远就在隔壁废弃修车铺。老板早想转租，
陈志安一次押3付1拿下。第二件事，装监控，前门、后门、仓库、收银台全部覆盖，当然后门最里面那块他特意留了死角。第三件事，找文玩店试水。小伙子，这东西哪儿来的？家里老人留下的。你想卖多少？您给个实在价。东西不错，但残了，市场价不好说。我给你8万，我再看看。12万。马老板，我不卖。小伙子，古玩这行水深，东西来路不清，容易惹麻烦，所以我不卖。我先拿去正规鉴定，该走什么流程走什么流程。您要真有兴趣，等我手续齐全，咱们再谈。年轻人倒是谨慎。陈志安拿着玉佩走出古玩店，后背已经出了一层汗。他知道，从今天开始，现在这条线也不安全了。眼红的人永远比买货的人来得快。你这是要开末日避难所？差不多。陈掌柜，你多久没睡了？无妨。无妨个屁！喝了，别一口困。你要是倒了，这城没人顶。此然何物？续命水。如此珍贵，3块5一瓶，赶紧喝。陈掌柜赐的鲜面，不是鲜面，是方便面，烧水泡3分钟，只要3分钟。对，小心烫。谢谢陈掌柜，谢谢裴大人。别跪，排队领。今天先让老人、孩子、病人吃，能干活的后面有安排。有这口热的，我还能再守3天。3天没出息。陈掌柜来了，咱们得守到春耕。会有吗？妖光！城上有妖光！有此物，夜间巡城，可省许多人力。还有这个，看远处用的。陈掌柜，城里有内奸，那就抓。这是录音笔，何用？你们这里抓贼靠口供，我这儿靠证据。陈掌柜，这样是否不够光明？裴大人，你要记住，对付讲理的人咱们讲规矩，对付想卖城的人咱们先留证据。老爷，查清了，那些凉水全是从县衙后院一扇灌门里出来的。裴彦轩不许人靠近，还派亲兵守着。一个寒门县令，凭什么独占仙仓？老爷打算怎么做？明日召集城中几家大户一起去县衙，就说全城危难，粮源必须公义。若裴彦州识相，就交出仙仓；若他不识相，城门外那些人会很愿意知道这个秘密。老爷，这可是通敌！闭嘴！我这是为青阳县留后路。受教了。坏了，现在前门有人来了，这个点还能是谁？陈志安，开门！有人举报你仓库囤货，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身后是等着粮食救命的青阳县，门外是开始怀疑他的现代世界。治安，有人打听你最近大量进货，还问你是不是在倒卖救灾物资。麻烦，比乱军来的还快。陈志安，你再不开门，我就把你仓库门撬了！家人们看到了吧？这就是那家24小时便利店，这2天他疯狂进货，大半夜搬运，店里却不卖。附近居民怀疑他囤积物资，准备高价倒卖。把手机拿开。怕什么？你要没问题，为什么怕拍？我怕你侵犯我肖像权。志安，不是阿姨为难你，你租我的铺子做正经生意，我没话说。可你这么整车进货，万一出事怎么办？消防通道堵不堵？食品有没有过期？你仓库是不是违规堆放？刘姨，你可以看，但他不能拍。行了，先看仓库。这也不像囤货啊。那你买这么多干什么？做社区团购。老城区晚上加班跑车，独居老人多，我准备搞夜间平价套餐，泡面加水8块，罐头加饼干12，老人登记送货上门。
真的？真的。你说做就做，谁信？配送范围、商品单价、供货票据、仓库照片都在这儿。你要不要帮我宣传？我也是替大家问问，问可以，指责不行。志安，阿姨也是担心。没事儿，您担心的对，这箱给您，天热，店里放着喝。不要不要，拿着吧。不过以后有人再传我闲话，您帮我说句公道话。行。陈掌柜，方才可是出了麻烦。没事，比你们这边拿刀堵城门的文明点。若因青阳县累你至此，也别煽情。今晚还有正事，赵家那边录到了吗？若裴彦州不识相，一起去县衙。录到了。城门外那些人会很愿意知道这个秘密。此人果然想卖城。陈掌柜，此物可当堂放给众人听。可以，但只靠这个还不够。赵怀礼会说这是妖术，会说你伪造，那该如何？再给他一次表演机会。此物也是证据。对，他不是想逼宫吗？让他来，让所有人亲眼看见他到底是为百姓要粮，还是为自己夺粮。请县令不开粮源，全城共难，粮食不能只归县衙管。县仓是青阳县的，不是裴大人的。裴大人，老夫并非为难你。如今全城断粮，百姓惶恐。你若真得仙家粮仓，便该交由城中德高望重之人共同掌管。何为德高望重？自然是熟悉青阳民情、家资丰厚、能稳定人心之人。赵老爷这些年施粥修桥，是大善人。赵老爷打算如何分粮？先保城防，再保大户存粮不乱，最后按户分发。为何先保大户？大户有田有仓，有家丁户晏。若大户乱了，清源县更乱。穷民命苦，可终究要有人维持秩序。好家伙，原来不是要公开，是要接管。老夫不是看轻百姓，只是乱世之中总要分轻重缓急。行，那我也问一句，别跪，膝盖留着走路。赵老爷，你说你为全城百姓着想，对吧？自然。那你家仓里还有多少粮？赵家人口众多，也不过免国度日。具体多少？此乃私产。懂了。百姓问县衙粮源，你说是公益；县衙问你家存粮，你说是私产。好规矩。你一介外人，懂什么青阳规矩？我不懂你们规矩，我只懂一件事：粮是拿来救命的，不是拿来夺权的。陈掌柜慎言，若无我等大户维持，城中百姓早乱了。那昨晚你说城门外的人会很愿意知道仙仓秘密，也是在维持。你胡说！若裴耀州不识相，城门外那些人会很愿意知道这个秘密。妖术！这是妖术！此人来历不明，妖言惑众。裴彦州勾结妖人，把持粮源，才是真正祸乱青阳。妖人！妖人！仙仓不该只在县令手里，若真有粮源，裴彦州就必须交出来。城门外那些人会很愿意知道这个秘密。这是赵老爷，不是为我们要粮，想抢粮源。原来我们在他眼里就是轻贱命。昨晚我孙女吃了陈掌柜一口面才活过来，你们还要断我们的活路吗？赵怀济，乱世艰难，本官愿给所有人改过机会，但你以泄露城防机密相耶，扰乱分粮秩序，煽动民心。来人！裴彦州，你敢？本官不敢贪一粒粮，但敢查每一个想断百姓荒路的人。你以为抓了我，城就稳了？你根本不知道，城外那些人已经盯上你了。仙仓的消息早就传出去了。文军来使，城外喊话。裴县令，交出仙仓粮源，开城受降，否则明日天亮，我申火攻青阳。陈掌柜有法子，火攻有，但这次得花大钱。老板，你一口气买50个灭火器，还要消防水袋，你这是仓库着火了，还是准备开消防演习？公司培训。你什么公司？治安社区供应链有限公司。没听过，刚成立，未来可期。陈掌柜，此乃何物？灭火器。如何灭火？看好了。仙雾！陈掌柜喷出仙雾了！不是仙雾，是干粉。这粉能吃吗？不能。
谁敢吃我扣他泡面！陈掌柜，你们那边人人都会这些？不，我们那边只是吃过太多教训，所以把教训写成了规矩。把教训写成规矩，城中确有怪事。探子说，裴彦州昨夜得了大量凉水，百姓疑问。哼，粮再多也怕火，明日之前烧了东门，城一乱，里面自然有人开门。赵家那边失守了，那就换人。青阳县里想活命的人多，总有人愿意给我们开门。东三角有人，2号位来人，收到。相隔数十码，竟能传声。别感叹了，抓贼！东门偏锁钥匙，大人饶命！我不是通敌，我只是想逃。赵家让我递过2次信，我没收钱，真的没收多少。没收钱还是没收多少？带下去，单独看管。账册、往来钥匙来源一并查。今晚他们一定会动手，火攻。那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现代消防。哈哈哈哈！烧！把门烧开！东门灭火组，按演练来，莫慌，火小用灭火器，火大接水弹。那是什么？全线差白音了，火怎么灭了？城中真有仙家手段？屁的仙家！继续射！守住了，火灭了！陈掌柜的仙雾救了城门。都说了不是仙雾，不重要。他们怕了一整夜，现在他们信自己能活。去查那个姓陈的到底从哪儿冒出来。若真是仙仓，不管是不是仙仓，粮、水、药、火器这些东西不能留在青阳，裴彦州守着它，迟早会成气候。别碰脸，这不是菩萨。陈掌柜，我们守住了。对，守住了。昨夜赵家账册初查，有存粮800丈，私藏药材13箱，另有与城外私通信件2封。800丈，足够全城百姓撑一段时子。他们却任由百姓饿死，也要逼县衙交粮源。查清楚，该还给百姓的还给百姓，该定罪的按你们律法办，但别搞株连，别把无辜家眷也推到绝路。陈掌柜放心，我守城不是为了变成另一个乱世恶人。这话我爱听。大人，赵家后院发现密室，里面除了粮，还有一批瓷器、古籍、玉器。赵家管事说，愿全部献给县衙，只求从轻处置赵家家眷。别这么看我，我贪财，我是为了可持续供应。行吧，我也确实缺钱，缺钱。赵家存粮，按户发放3日口粮，患病者另发药材。赵家违法所得暂入县衙账册，公开记账，任何人可查。陈先生，你那半枚玉佩我找人看过，东西比我想的还要好。如果你手里还有类似物迹，明天见一面，价格可以重新谈。陈老板，听说你手里有大英旧物，这种东西普通人拿不稳，见面聊聊。真行，古代有乱军，现代有黄牛，我这便利店是开在麻烦窝里了。你这名字听着挺正规，之前做什么的？开便利店。现在想扩大？人总得有点梦想。陈先生，实物在您手里。在。来源方便说明吗？家族旧藏。如果我后面还有类似东西，也走这个流程？建议走正规渠道，价格无必最快，但安全。我就喜欢安全。陈先生，那位买家很有诚意，你若愿意私下出手，价格比拍卖快。谢谢，不私下交易。年轻人太谨慎，有时会错过机会。太不谨慎，有时会错过人生。这是分粮东部表，姓名、户籍、人口、身体状况，领取数量、领取时间、经手人签字。如此一来，谁领了多少一目然。对，这是仓储出入出库表，
粮食进多少出多少，剩多少，补给品也是。还有这个巡城值班表。别再靠吼了。陈掌柜，你们那边人人都如此会治民吗？不是，我这水平在我们那边也就管个小超市。能把一间小铺管明白，便能明白许多道理。粮仓乱则人心乱，账册明则怨气少。你学得挺快。乱世不等人。这才几天，人还没吃饱就开始搞二道贩子了。不是所有人都坏，只是乱世里人心太慌。慌不是坑人的理由。公分粮。陈掌柜不是有先仓吗？为何不多发？就是，既然粮食不断，何必算这么细？说到底，还不是县衙怕我们吃多了。我说几句，这东西在我那边很普通，但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有人种粮，有人制面，有人运输，有人卖货，每一桶都要花钱。现在青阳县被围，外面还有乱军，今天多发，明天没有，你们怎么办？孩子病了，你们拿什么换药？城门烧了，你们拿什么灭火？救急可以靠发，活下去必须靠规矩。可我们饿啊！所以我带来了粮，但从今天起，能干活的人不许领点，修城墙、清水沟、搬粮、照顾病患、巡夜，干活计工分，工分换额外2粮，不是让你们卖命。是让清安县自己站起来。县衙会设老弱病幼救济册，无力劳折者照常发放。凡恶意冒领、私卖救命物资者，查实后扣发，并公开记录。陈掌柜，你今日得罪了不少人。我开店这么多年，最明白一件事：升米恩，斗米仇。好人要做，但不能做糊涂好人。受教。大人，孙荣招了，他承认赵家之外，还有人与城外乱军私通。是谁？县城，周怀义。有证据吗？孙荣只说周县臣曾让他趴，不要多问查赵家账册。仅凭一句话动不了他，那就继续留证据。针孔摄像头，这次咱们拍清楚点儿。大人此策可行，只是青阳县久困，人心浮动，若强行清查，只怕激起民变。周县城有何良策？不如先安抚各家，让他们自报存粮。愿献者嘉奖，不愿者不逼。自报，就像让偷油的耗子自己称体重。若有人瞒报呢？乱世艰难，总不能把全城大户都逼到对面。他确实谨慎，这种人不会在明面上露馅儿，要看他私下见谁。别靠太近，拍到人就行。安全第一。我那边办事讲究不逞英雄。赵怀礼废了，孙荣也被抓了，裴彦州查得越来越紧，所以更不能急。青阳县粮再多，也撑不过这个冬。可那先仓呢？世上哪有什么取之不尽？裴扬州越依赖那姓陈的，城中越多人眼红。等辽民一多，粮一紧，百姓自然会逼他交出秘密。梁头领的意思是3日后总攻，里应外合。东门偏锁已换，你们还想从哪儿进？北墙旧水闸，那里年久失修，只要城内有人打开，100余精锐可入。我不会亲自动手，当然，周县臣只需3日后把巡防调开。城破之后，裴彦州不能留，那个陈掌柜也要带来。
梁元必须弄清，这人比赵怀礼难缠多了。赵怀礼是贪，周怀一是等成乱，等民怨，等裴蒋州被所有人一步逼到退无可以。画面清楚吗？够了。县衙人手本就不足，周怀玉一倒，他手下那些吏员未必服我，那就让他们服。什么意思？公开。大人，北墙水闸确实年久失修，不过如今人手不足，若大修，只怕影响东门防务。周县城认为不修，是缓修，缓3天，然后等乱军钻进来。北墙旧水闸，只要城内有人打开100余精锐可入。周献筹只需3日后把巡防调开。妖术！你们能不能换个词儿？赵怀礼也是这么喊的。周怀义，本官问你，北墙旧水闸除县衙旧档外，城中还有几人知晓？这是旧事。你为何夜会乱军使者？为何要求城破后杀本官？为何要擒陈掌柜，逼问梁元？大人，属下愿作证。周县城这几日确曾命我暂缓北墙巡查，说东门要紧。大人，昨夜周县城派人问过北墙排班。裴彦州，你以为拿下我城就能活？粮从何来？药从而来。你瞒得了一时，瞒不了一世。等百姓发现你给不了所有人，他们一样会恨你。我确实给不了所有人取之不尽的粮，但我能给你们第一口水、第一碗面、第一批药。裴大人能给你们账册规矩和活下去的秩序。你呢？你给了乱军地图，给了百姓谎言，给了自己一条卖城求荣的后路。别拿现实艰难当你背叛的理由。城难守，所以更要有人守；粮不够，所以更不能让你们抢；世道乱，所以规矩才不能死。周怀义革职收押，其党羽逐一查问，北墙水闸即刻封堵加固。县衙吏员空缺，由各方推举识字可靠者暂代，账务公开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便利店老板，兼临时供应链总监。陈掌柜，今日若无你，周怀义不会这么快露出破绽。别谢，谢就是多给点古籍瓷器。已经整理了3箱，真的。乱军集结，他们要提验总攻。周怀义暴露，梁夔等不下去了，真正的硬仗要来了。裴彦州哪儿来的本事？不是裴彦州一个人，那就先断那根线。头领的意思是悬赏，传话进去，谁能杀陈志安，赏200道，金100两。城中刚清了一批内应，此时未必有人敢动。谁能活捉他，赏1000寿粮，封青阳令。人活不下去时，什么都干。再说，想他死的不止我们。谁骂我？受寒了？没有，估计有人念叨我。问题是钱不够，非常不够。正规拍卖那边需要时间，抵押款也不能无限套。陈志安看着银行卡余额，第一次认真考虑要不要回家继承根本不存在的亿万家产。陈志安，你还平安吗？暂时没事儿。你小子到底在搞什么？今天又有人问我，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古董？谁问的？不认识，开好车，说话挺客气，但我看着不太对劲，你是不是碰上麻烦了？老周，干嘛？你能不能借我一批货？你还欠我货款呢。我知道。那你还借？急用。你大爷的！要多少？你不问我干嘛？你不说，我问了也白问。你这人平时抠得要死，不是真急不会开这个口。说吧，要什么？你这是开社区附送，还是准备抗洪救灾？差不多。又差不多。
食品饮料我能给你压一批，药品我不碰，消防器材和那些乱七八糟的你自己想办法。钱什么时候结？最迟半个月。你拿什么保证？我拿命。少来这套！明早送到，签欠条。谢谢。陈先生，这个点来电不像好消息。徐经理，我需要快钱。预配的抵押不是刚放款，不够。你还有东西？有。陈先生，这些东西不建议私卖。我知道。如果来源不清，会很麻烦。我也知道。你确定要走正规加急？确定。你急到什么程度？急到有人会死。明天上午9点把东西带来，我帮你走机构预评估和抵押，不保证金额，但会尽快。谢谢。谁啊？我陈志安。你最好有急事儿。借我搬座仓库。你最好有急事儿。你被绑架了？没有。那你疯了？可能。安全帽、手套、护目镜、反光背心、应急灯、移动电源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你钱呢？赊。滚！半个月后还，按市场价加5个点。你当我缺那5个点？那10个点。你是不是惹上高利贷了？李远，我真急。明早8点，我让车过去，欠条照签。谢了。你要是跑路，我把你便利店拆了，谢个屁！志安，你社区团购搞这么大，创业嘛。你脸色太差了。年轻人别光想着挣钱，身体要紧。知道了，刘姨。陈先生，这批东西价值不低，可以，我建议分批处理，抵押款最快今晚到账一部分。谢谢。你真的只是做供应链？算是吧。供应一座城。那祝你的城平安。借您吉言。这个戴头上别嫌丑，保命。这个护眼防火星、防碎石。这个手套搬滚木，拉绳子不割手。反光背心给传令员和救护队穿，晚上好认人。应急灯放城门洞。对讲机只给各组长，不许乱按。无人机我来飞，谁也别碰。陈掌柜，你花了许多钱吧？一般。县衙库藏、赵家茶抛几家自愿抵押物，我都列好了。战后无论青阳县存亡，此账不废。你这字儿写的太好，看着费眼。飞起来了！飞来了！铁鸟！陈掌柜放出铁鸟了！他们还是想打北墙。周怀义被抓，他们改强攻了。北墙增兵，民夫后撤，救护队准备。东门不得擅动。东门收到，北墙收到。攻城！陈掌柜。怕吗？怕，但货都赊了。这城要是没了，我亏大了。那便守住。北墙左段第3架云梯，人多。收到。我操！别射我飞机！头领，那铁鸟一直跟着我们。护陈掌柜！护我干嘛？护城墙！北墙右段破口。
预备对上。右段缺口要救，水闸也要守，人不够。各方工队拿盾牌、竹竿、石灰粉去水闸上方，不要下墙。看见人靠近就撒石灰，拿竹竿捅。陈掌柜，我们能行吗？能。你们不是去拼刀，你们是去守自家门。走。陈长官，铁叶虾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救你！这里危险！废话，我看得出来。来啊，尝尝现代科技！以后不许这样。我也没想这么帅。传令，退至2线垛口。大人，退了他们就上来了。按计划退。你还有计划？你教我的。上！青阳破了！压下去！怎么会？头领，撤吧！再打下去，人心要散了。陈志安，不要理他。你敢不敢出来说话？你喊你爹干嘛？你靠妖术守城算什么本事？这不是妖术，这是照明、通讯、消防、仓储管理、应急预案和群众纵远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青阳城头没有神仙，只有想活的人。你打不下来，不是因为我有多厉害，是因为这城里的人不想给你跪了。守住了。城防伤亡已统计，守军阵亡37人，重伤52人，民夫伤81人，其中重伤9人。乱军昨夜损失不少，暂退20里。数字很冷，但他昨夜看见过那些人，戴着安全帽搬石头的少年，抱着灭火器冲向火点的老兵，撒石灰时手抖却没有后退的木匠。现在有些人没了，抚恤呢？赵家查抄财物，先拨一部分，阵亡者家眷优先入救济册，重伤者药材不限。这个钱我出一部分。不可，别不可。那些人有些是因为我给的东西，我喊的话冲上去的。做什么？回去。你现在不能走，我必须走。现在那边还有货款抵押、古董、供货商、房东，可能还有盯着我的人。我不回去，麻烦比乱军还烦，而且我得买药。我送你。门怎么了？是否与昨夜有关？难道这门不是无限稳定的？粮食、水、灭火器、钢板牢、劳保用品，他这几天运了太多东西，或者说2个世界的连接承受不了这么大的频繁通行。我不知道，如果门关了，青阳县失去现代补界，我也可能再也过不来。你先回去。门若有变，不能让你困在此处。这么现实？是。你活着才有办法。货送到了，你人呢？欠条还没签。陈志安，你别装死。这笔预抵押款已入纸和需要你不开，但是一次确认。陈老板，不要以为走在拍卖公司就安全。很好，他在古代防乱军，回现代防人渣，人生真是无缝衔接。陈志安，你死哪儿去了？仓库门敲半天没人开，电话不接，消息不回。你知道我司机差点把货拉回去吗？我刚睡醒。你声音怎么这样？感冒。你这叫感冒？你这叫快火葬！别咒我。你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创业失败兼业。你最好只是创业，货我给你卸了，欠条你赶紧签。还有人问司机你最近是不是在收古董？什么人？不认识。司机说是个戴金丝眼镜的男的，身边跟2个保镖。金丝眼镜，陌生号码，我知道了。你要不要报警？先不。你处理个屁！你要是真被人堵了，给我打电话。虽然我打架不行，但我能叫10几个搬货的。行。有人威胁你，可能因为我手里有几件老物件。你最近得罪人了？古董，对，准备走正规拍卖，那就更别私下见面。你做得对。今晚他们约你，你打算去吗？不去。如果有人到店私扰，店里有监控吗？有，门口也装一个，最好连云存储。我下午就装。陈先生，你脸色很差。熬夜，最近业务量大。第一批预抵押款额度下来了，
由于东西需要进一步鉴定，放款比例不高，但应该能解你燃眉之急。不算多，但足够还一部分货款，再买一批紧缺药品和粮食。什么人？古玩圈的一个中间人，姓马。陈先生，我提醒你一句，你这批东西年代特征很统一，但流传痕迹很奇怪。如果有认为你手里有一个未公开的窖藏或墓葬来源，他们会盯上你。可清正规机构还会讲流程，但有些人不讲。你最好减少露面，不要再轻易拿出新东西。我也想，徐经理的事，如果是古籍医书，能不能找研究机构合作，捐赠、引用、授权出版之类？你不卖，有些东西卖掉可惜。可以帮你联系，但这条路来钱慢。没关系。有些事儿得快，有些事儿得稳。陈老板，我们老板想见你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报警备案了。陈老板误会了，我们只是谈合作，合作用威胁短信，那不是我发的。那你现在可以对着监控说一遍，你叫什么？替谁办事儿？找我谈什么？要不要帮你介绍一下？陈老板很谨慎，穷人胆小，怕死，怕被坑，也怕欠债还不上。你以为正规拍卖就保得住你？我们老板要的不是钱，那要什么？来源。你那些大庸旧物从哪里来的？大庸？现代这边竟然有人知道大庸？什么大庸？陈老板，门不是只有你能看见。看来你要处理的事到了。陈志安，怎么了？城外来了第二支军，乱军援兵？不是朝廷兵马，他们打着平乱旗号，但领兵之人是赵怀里的姻亲裴彦州。听着，从现在起，我们不能再只救急了，我们得准备一件事。何事？断奶。断奶？裴彦州，你们不能再把希望全搭在我身上。你说，青阳县现在最缺3件事：第一，粮食持续来源；第二，基础医疗和防疫；第三，自卫能力。我的物资只能做启动资金，接下来青阳县要自己种、自己造、自己管、自己守。眼下受限如何种？先不变大面种，但能先做2件事：清点所有可供菜地，凡是长得快的都种，我给你带种子。2，组织人去城外近郊采收和整除。城外有乱军，所以不是现在，等你搞清楚那支朝廷兵马的态度再决定。如果他们真是来平乱的，就利用他们逼退梁魁；如果他们是来摘陶具的，就先稳住，不让他们进城。赵怀里姻亲领兵，恐怕不善。等我们那边有句话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此理古今皆通。医疗这块我不能一直搬城乡药，太贵也太容易断。你要把青阳县所有郎中、药铺、伙计、接生婆、懂草药的人全部登记起来，成立临时医署，外3组管止血、清奥、包扎；疫病组管饮水、粪污、阴发热、拉登记；妇幼组管孕妇、婴儿、老人。你这手速不去当会议纪要可惜了，会议纪要适合官职，苦命官职那便不等。防疫一定要抓，战乱之后最怕瘟疫。尸体、污水、粪便、老鼠、发热病人都不能乱放。昨夜阵亡的人要尽快登记、收敛、集中处理。水井要看守，所有饮水必须烧开。城内垃圾和粪污每天清运。百姓未必愿意，所以给工分。清污是重活，工分加倍，别把它当脏活。这是守城，你总能把人最不愿做之事变成不得不做之事。不是我能，是人只要知道做了有饭吃、有意义、有公平，就愿意动。怕的是干了没饭，守了没赏，死了没人记。青阳县会稽，那就把碑立起来，值守名单，刻木牌，立在县衙前。守城离世的、救火离世的、运粮离世的都写上，别只写军户，民夫也写，让他们家里人知道，他们不是白白离开的。好。第3，自卫。我带来的东西不是武器，但能训练体系。对讲机数量有限，就固定给队长。每房建立10人小队，白天干活，晚上轮训。训练内容别复杂，听号令，排队形，举盾，搬运，灭火，救伤，夜巡。打仗不是每个人都上去拼刀，后勤救护也算战力。明白。还有识字班。此时办学，不是办学，是关键。账册、药品标签、巡逻、安仓储记录都要识字的人。县衙吏员不能再被那种人垄断。你要培养自己的基层干部，就是方长、仓管、医署记录员、工分登记员、巡逻组长。如此一来，县衙之权不只在旧吏手中。对，你不能只靠清官治城，清官会累死，要靠制度。我得处理现代这边，我这边也要处理朝廷兵马。第1版，我们那边写方案都这样。第1版的意思是以后肯定还要改。若门闭了呢？那你就自己改。里面有录音笔，我录了一些说明，不会用就让小细学。电脑省着开，太阳能板能充电但慢，里面存了很多资料，别摔，别进水，别让人当药物烧了。你也该走了，陈志安。
若有人知晓门的存在，你在那边会很危险。你这话说的像你这边很安全一样，我无法护你。别矫情，你先把青阳县护住，我这边我擅长报警，万事小心。你也是，别让那个赵家姻亲进城，他若敢强攻青阳，那青阳县便再守一次，这才像话。陈志安先生，是我们接到线索，已经委托拍卖的部分文物可能涉及了解情况。可以，我配合调查。听说你是开便利店的，对，这些文物是家族旧藏，是，方便提供更详细的继承证明吗？有难度，我家里人都不在了。我们理解，但程序上需要说明，相关文物可能需要暂缓拍卖，我已鉴定调查。我明白，我已经委托正规公司，没有私下交易，也没有逆。今天有人威胁我，要求我交代所谓来源，我已经报警备案。有人威胁你？这个陆成白不认识吗？他提到大翁，我也想问大英是什么？历史上没有正式记载大英王朝，没有正式记载，说明现在这边确有人知道大英，只是被可能不再当成公开历史，还有考古为秘密。相关文物我们会联系拍卖公司暂存，不会由私人带走。可以。陈先生，有件事你必须知道，你的那枚青铜印初步断代结果出来了。怎么了？文字很特殊，但我们请的一位古文字专家看过后，说它可能属于一支失传文字体系。然后呢？印上刻的是4个字：青阳灵印。还有一件怪事，专家说这个印不该存在，因为他曾经在未公开贵考资料里见过相似印文。是什么？但那份资料里的清源城遗址出土结论是裴彦州死守城头，城破逊城。陈掌柜，裴彦州呢？大人在城楼，朝廷军已至南门外，领兵的赵将军要入城接管防务，裴大人不允。然后呢？赵将军说，若青阳县不开门，便按通匪论处，限半个时辰，半个时辰后攻城。裴县令，你抗拒王师，莫非真要与乱军同罪？青阳县奉诏守土，赵将军若为平乱而来，本官开城相迎；若为赵怀种翻案，为夺城邀功而来，青阳不开。攻城！赵将军，别急着打。你说裴彦州通匪，那证据呢？你又是何人？青阳县临时后勤供应商。裴大人守城时在城头，陈掌柜给了良药，赵家的人收了良药，乱军来了，是我们自己关上的城门。谁要再害青阳，我们不认。报，梁魁残株已被州府援军截住，奉命查认青阳居务民务，何人在此妄动兵戈？州府兵马在此，朝命在此。你假借平乱之擅夺县城，本将是清剿乱匪，何来擅夺县城？你在城下说过什么，做过什么，都留下了。来人，夺其兵权。赵怀礼及其一党押解候审。不能再只靠救命物资顶着了，方便面、矿泉水、急救药能救急，救不了长久。你想建路，基础医学手册、仓储制度、账本模板、水利图纸、保温材料、太阳能等简易机械，还有现代商业规则。那大梁这边也不能只回你古董，药材、香料、竹木器、手工纸、肤物、矿石样品、传统工艺、边关特产都可按规登记。那就不只是活下来，是让青阳以后都能自己站稳。当年我追着你要货款，没想到后来还能跟你做成伙伴。你这商贸线再这么接单，迟早累死我。志安啊，少熬夜，钱是赚不完的。备案、斩残合作协议，我都按最新要求给你盯着。我来买瓶水，顺便看看有没有可疑人员。裴大人，现在边关安稳，商路通畅，百姓有饭吃，你是不是该夸我一句了？陈掌柜奇货能居，账目清楚，胆小惜命，颇有国士之风。你前面夸的挺好，后面怎么还人身攻击？胆小惜命方能长久。是啊，长久才好，一时热血救不了天下。我这一生再普通不过，也再辽阔不过。我没有成仙，没有称王，没有改变所有苦难，但我和朋友们一起把一座城从绝境里拉了回来，又把一条路修成了许多人安稳生活的来处，这就够了。人间有路，万里同灯。